啊，开始啊。大家好，我是高纯，来自深网。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topic 呢是 Web 媒体处理与实时传输标准实践。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其实是以4个 case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分享。那么在会前呢，其实我是准备了5个 case， 那因为这个信息量太大，我还是希望呢能把每个 case 能够介绍的详细一点，所以做了一部分的压缩。那么这4个 case 呢，第一个是端到端加密，第二个是数字版权管理，第三个是 H.265 的 RTC 的支持。那第5个是 AVA 视频的传输，那么这几个问题都是目前在RTC 领域比较典型的一些用户需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那么我们知道近年来呢，我们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那么受着整体这个经济环境的演变，其实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实时音视频的业务呢发展其实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缓的一个阶段。那么目前的这个服务商呢，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在扩展这个海外的业务那么海外它的应用环境和应用生态，其实和国内相比呢，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海外呢，它的应用基本上落地呢会以 Web 为主，所以 Web 平台是一个这个在海外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入口。那么包括 RTC 也是这样。那我们知道，在海外受限于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对吧？那它对我们整个应用或者服务商的安全和合规，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那么，另外呢，要经营全球业务，它要面对非常多样化的这个用户需求。那么这个对我们整个的系统，尤其是 RTC 的这个 Web 的基础设施来讲呢，它又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case 第一个是端到端加密。那么谈到加密呢，大家其实首先想到呢，就是在传输网络当中如何去保护用户的数据不被泄露，对吧？那么通常我们的服务网络来讲，基本上在传输过程中都会进行加密，但是这个加密呢，它应对的是第三方，就是防止我们的数据被第三方获取之后呢，泄露用户隐私。而端到端加密它考虑的问题呢，其实不仅仅是第三方了，它体现的更多的是用户对我们服务商的信任。那么通常它的加密是在端侧来进行的，那么用户对数据进行加密之后呢，即使是服务商它也不能够去解密用户的数据。那么这样呢，能够让用户更加信任我们的服务商的这个传输网络那么在一个 RTC 系统当中，那么我们以 WebRTC 为例实际上呢，它的加密呢存在2种形态。一种呢是所谓的HBH， 就是 Hop by Hop， 一跳一跳的这个加密。那它通常是和我们的这个传输协议相关的。那比如说和这个 RTC 领域的这个 RTP 协议或者是 UDP 的这个DTLS 协议相关的，它是对一个一个包的加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它的传输其实它是有大小限制的。那么在这个以太网当中，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传输单元就所谓的 MTU是1500。那因为我们知道以太网传输的最大帧是1518，去掉头部的这个14个字节和尾部的4个字节，那剩下1500可以让高层协议来使用。那么我们的媒体，尤其是视频数据，它的这个体量其实挺大的。那比如说我们编码之后的关键帧，那它的大小其实是远远超出一个 MTU 的。那么在发送之前呢，通常需要做一个拆分把它分到多个的 RTP 包里面去进行传输那么 HBH 呢是和传输协议相关的，它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的传输加密。那么端到端加密呢，更多的是和媒体内容相关的。
那它需要加密的是我们的整个媒体帧啊，比如说这个video frame 或者 audio frame。好，那么在互联网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里面啊，有没有相对应的规范啊来定义这件事情呢？答案是有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ETF 的这个 S-Frame 的这个 draft 里面，实际上它就定义了一套完整的叫做 S-Frame 的这套机制以及相关的格式啊。那它定义的就是一个如何对一个媒体帧进行加密，以及以 RTP 的形式或者非 RTP 的形式来进行传输啊。那么在 Web 领域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标准的？答案也是有的啊。那其实上午那个陈晨老师已经介绍过这个 encoded transform， 对吧？那么我这里补充一下，就是encode transform 里面提供了一个接口，叫做 S-frame transform 啊，它就是和这个 IETF 的 S-frame 相对应的，提供了对 WebRTC 以编码数据的这个编码和解码能力。那它里面提供了一个接口，叫做 set encryption key， 对吧？它可以去指定一个 key 来对数据进行加密或者解密操作啊。但是很可惜啊，虽然有标准，但实际在目前的所有的浏览器里面，那么这个标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实现啊，都不支持。我们的这个 WPT test 里面没有一个浏览器能够通过这个测试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多端加密就不可行了呢？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啊。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讲了所有浏览器啊都不支持这个标准，但是呢，有一些厂商其实还是在努力的。那比如说Safari， 那在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开始了对 S-Frame 的这个 Transform 的支持，那么大概持续了4个月的开发，但是2021年的4月之后呢，这个开发基本上就停止了。那它只实现了一些基本的一些对象和接口，那实际上目前整个功能还是不可用的啊。那么差了一下，那再回到这个是不是能够在 Web 上面进行端到端加密啊？那答案是肯定的，就还是在 encoded transform 这个 spec 里面呢定义了另外一个接口，叫做 script transform 啊。它顾名思义呢，它不是叫 secure transform， 它不是专门来做安全相关的，那它更多的是一个通用的处理，就用户可以用自己自定的脚本来对已编码的数据进行一些转换。那当然我们可以拿来对它进行加密，对吧？那么基于这个 API 呢，那我们就可以去设计一套相关的这个端到端加密的对于 WebRTC 数据的这样的一个 pipeline。那它主要利用的接口呢，就是这个 transform 的这个一个回调。它通过这个回调拿到每一帧的数据之后呢，那么结合我们 Web Crypto 的这个 API， 那可以去对每一帧数据加密。加密之后呢，可以把加密好的数据再塞回这个 WebRTC 的通道，那就完成了这个端到端加密的能力。那么除了使用 Web Crypto API 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的去使用 WebAssembly 实现一些自定义的一些加密算法。当然，可能性能方面呢，可能不一定会有 Web Crypto API 好啊，因为我们浏览器在实现相应的这个加密算法的时候，它会用一些硬件的指令来进行优化。那比如说这个 X86 平台的 AES-NI 指令，对吧？或者是这个 ARM 平台的这个cryptography 相关的这个指令来做优化。那它的性能来讲，其实是比我们自己通过 Watson 来实现还是要更好的。好，那这是第一个 case。那第二个 case 呢，也是和安全合规相关的，那就是数字版权管理。那 DRM 这个词呢，通常在传统上来讲呢，一般指的是通过 CDN 的形式发布的这个媒体流，那如何在端上面去进行回放啊？那么我们浏览器里面呢，通常会有一个 CDN 模块，也就是内容 content decryption model 会有一个内容解密模块。那这个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实现。那比如说Chrome 和 Firefox， 那它都是基于这个 WideWAM 来实现的啊。WideWAM 也是 Google 的一个项目。那 Safari 呢是基于 Apple 自己的一个这个
产品来进行实现的啊。那么它的机制呢，就是说浏览器通过一个安全的平台，通过这个CDM 的这个整体的 solution 在服务端获取一个证书或者获取一个 key， 然后再收到这个 CDN 传过来的这个加密流之后呢，通过内置的 CDN 模块对它进行解密，然后进行回放。那这是一个传统的媒体下行网络。那么实际上对于 RTC 的应用而言，它也有很强烈的这种DRM 的需求。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在线教育的老师，他在上课的过程中，除了要对外发送自己讲课的这个视频，那他可能会去播放一些具有版权保护的一些课件或者是这个视频素材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在 WebRTC 的通道里面来传输这个 DRM 内容啊？受 DRM 保护的内容其实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求了啊。那么目前来讲呢，在 WebRTC 里面还没有定义相关的这个接口以及能力啊。那么但是在 WebRTC 的一个这个doc 里面，就是 WebRTC Extended Use Cases 这个文档里面，这个文档以前的名字叫 WebRTC NV Use Cases。NV 呢就是 Next Version。那么因为目前对 NV 的定义呢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所以目前把这个 doc 的名字改成了 Extended Use Case。那总结起来呢，在它里面的一个 One-Way Media 就单向媒体流的一个 Use Case 里面呢，它提供了3个对浏览器需要实现的这个需求。那么第一个需求呢，就是浏览器需要复用 WebRTC 已有的连接，在发送端去发送一个预先编码的一个媒体。那这就是我们发送端去发一个加密过的文件，已编码的文件，对吧？那么另外一个需求呢，就是在接收端能够复用 WebRTC 已有的连接去接收这个流，同时把它还原成相应的音视频帧。那么第3个需求呢，就是对于这个类型的预编码的这个文件，那在它传输过程中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 QoS 以及一些信令相关的一些支持啊。那么结合这几个 case， 再结合我们对这个 DRM 的需求，实际上未来呢可以设计出一套针对这个RTC 的或者 WebRTC 的一个 DRM 的一个完整的 solution。那么就是就这张图里面所展示的。那么它在发送端呢，可以通过 WebRTC 去输入一个以加密的一个媒体文件或者媒体流。那么在发送之前呢，先进行这个封包。那么接收端呢进行主帧，主帧之后呢，通过 CDM 去做内容解密，那通过 MSE 去进行播放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未来可以设想的一个 solution。那么目前呢，受限于整个浏览器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目前还是只能实现一个单向的，就下行的，去通过 RTC， 通过这个WebRTC 去收流、去做解密、去做回放的这个动作。这里面需要做一些比较hack 的一些行为啊。那它还是利用那个 encoded transform 去接收这个已加密的数据流，然后把流放到 buffer 里面，然后交给 CDM 去做解密，交给 MSE 去做回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整个 WebRTC pipeline 我们收到这个加密数据之后，是不能够把它直接往下一层的这个 decoder 去插入的啊。那么如果你把它塞回这个 WebRTC 通道呢，因为 WebRTC 本身它没办法解密这个数据，它会认为它收到的帧是一个无效的媒体内容啊，那它会不断的去发送这个重传请求，最终导致这个连接失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拿到这个已加密数据之后呢，实际上是要给接下来的这个通道里面去塞一些 fake 的 frame， 比如说一些黑帧，能够维持这个 WebRTC 整体的 pipeline 能够继续去运行啊。那这个是第2个 case， 就是DRM。那么第3个呢，就是 H.265 的支持。那我们知道，目前 H.265实际上在
其实它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不论是我们的这个 IoT 设备，还是我们的这个移动端的手机也好，对吧？这个各个平台，其实基本上已经作为一个默认的一个编码能力在使用了。那么在 Web 平台呢，那对于解码而言，其实目前支持在主要的平台上面呢，都已经或多或少都支持。那么比如说Safari 是最早支持的，那么 Chrome 从107开始也支持了 H265的解码。那么 Firefox 在特定平台上面，如果是硬件提供这个解码能力的话，那也能够进行解码。但是对于编码而言，H265的编码在目前的浏览器平台上面，目前只有 Safari 是默认的提供了这个能力。那么 Chrome 在桌面的109以及移动端的117之后，实现了 HEVC 的编码，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实验性的项目。我们如果要使用的话，是需要加一个启动参数去把它开启的啊。那么 Firefox 呢，是目前还不支持。那么是不是有了 Codec 就能够进行 H265视频的实时传输呢？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除了 Codec 之外呢，还需要去实现，比如说 WebRTC 的相关的这个媒体协商能力协商的能力，要有 H265的 parser， 要有相关的这个 depacketizer 或者 bucketizer 之类的这些模块都需要实现。那么好在目前在 Chrome 上面，那相关的工作都在持续的进行。那主要的一些 patch 基本上已经进了，但是目前这些单项的功能呢，基本上还是一个实验性的状态。那么它都需要相关的参数来开启才能使用。那我们实际测试的情况，在使用 WebRTC 官方的 Samba Code 去运行一个页面内的这个视频收发的时候呢，实际上对 H265支持还是有问题的它还是整个页面有 bug 会hang住页面会冻结，目前还不是一个可用的状态。那么 Safari 呢，其实它很早，比如说14它就提供了这个WebRTC 对 H265的支持，但是呢，它也是需要在这个开关里面把它打开才能支持的。那另外要提的一点就是 Safari 它实现的这个 H265的 Packetizer， 它不是按照这个 RFC 7798这个规范去实现的，所以它发出来的流对于其他按照标准实现的这个RTC 系统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实现互通的那么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标准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受限于浏览器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实现我们 Web 端和其他端对于 H265视频的一个互通呢？比如说 Native 发的视频流 ，H265的视频流 ，Web 能不能接收渲染？那么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那么有几种 solution， 那我们都分别做过探索。首先，第一种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就在云端对 Native 发过来的这个H265的数据去做一个转封装，把它转成 HLS 的切片。那么切片呢，通过 TCP 通道，那下行到这个浏览器上面，浏览器通过 MSE 传统的这个播放器去播放。那这种方案的好处呢，就是说它的架构比较成熟，也比较简单。另外呢，兼容性比较好，因为 MSE 在主要的浏览器上面都是支持的那它不好的地方呢，它显然它不是一个实时系统。那么 HLS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切片，那么它最小的长度呢，一般是一个 GOP， 有2个关键帧的间隔，它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时延，对吧？一个长度，所以我们即使网络再好，它这个时延也不可能会低于一个 HLS 切片的长度。那么另外呢，因为它传输通道是 TCP 协议，所以在应对弱网情况下的这个时延和卡顿，其实它的能力是比较不足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呢，通常是在网络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同时对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种方案。那么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其实就是现在社区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浏览器上面把 WebRTC 对 H265的支持给它 enable 起来。那去年我们深网其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去年的上半年，我们在 Chrome 的 browser 里面把WebRTC
相关的这个 H265的模块基本上都 enable 了一遍，包括 SDP 的能力协商啊，包括这个 Packetizer 啊，265的这个 Parser 都实现了。那么这个截图呢，实际上是两个页面真的互通的。那它的 Codec 其实已经是使用265在做互通了啊。那么这个方案的优势是什么？好处是什么？就是首先它对于开发者而言，它对于已有的 App 它是完全兼容的，就已有的基于 WebRTC 的 App， 我只要改一下那个 Codec，改成 H265， 它就可以 run 了。另外，它对未来的浏览器呢，具有非常好的兼容性。那比如说现在 Chrome 在做的这件事情，对265的支持，如果未来成为一个正式的能力，发布到官方的 Chrome 浏览器了，那我们的 App 实际上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动，就可以在未来的这个官方 Chrome 上面运行了啊。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呢？那很显然，这个维护一个 browser， 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大的工作量，然后你要跟着它去迭代，要去实现各个模块。另外呢，作为一个服务商而言，我们要去推广自己的浏览器，这个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啊。所以这种 solution 呢，它适合用在哪个领域呢？那就适合应用环境可控的一个组织内部，对吧？它可以接受一个定制的浏览器来跑。那对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产生这种方案的。那实际上我们去年已经落地过一些企业的有在使用这种方案。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完全不用 WebRTC 啊，使用 Watson 去实现用 WebAssembly 去实现 RTC 的这些功能啊，去用这个浏览器提供的一些基于 UDP 的通道去做相关的网络传输。其实这个上午陈老师也介绍过这个字节跳动的一些技术方案。当然我们的实现会有一些区别，我们不是基于这个 Web Transport 的实现的，因为 Web Transport 呢，它还并不是在所有平台上都支持。我们是采用 WebRTC Data Channel 来做这个传输，但是 Data Channel 我们知道它是基于 HTTP 协议实现的。那虽然底层也是 UDP，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码控流控算法在里面，它并不是为媒体传输来设计的。那所以在这个实现过程中，我们也在服务端去做了一些 turning， 就让这个 Data Channel 能够更适合媒体来进行传输啊。那这是我们探索过的3种方案。那这3种方案各有利弊啊，也有各自的适合的应用场景。那么终极的方案是什么？终极的方案呢，就是 WebRTC RTP Transport。这个在去年2023年的这个 TPAC 的WebRTC Working Group 的会议上面，实际上已经有过相关的讨论啊。它可以说是真正体现 WebRTC NV 这个概念的一个 API。那么它具体内容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展开讨论。那么我只讲它是干什么的。那我们知道 WebRTC 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它不提供我们客制化的需求，比如说自定义的这个流控算法、自定义的 Codec、自定义的 Packetizer 不能实现。那么 WebRTC RTP Transport 的 API 呢，它把 WebRTC 内部的一些能力开放出来，让我们开发者能够去定义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带宽估计，定义自己的这个 FEC， 定义自己的使用自己的 Codec， 比如说 Web Codec 对吧？或者实现自己的 Packetizer。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WebRTC 的流控算法，其实它是一个 general purpose 的一个设计。那它实际上在很多的应用场景下面，它针对弱网或者网络变化情况下，它的恢复码率恢复其实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厂商如果有自己的算法，有自己的一些需求，可以去定制这个算法。那这里面值得一提的一个点就是说，实际上 WebRTC RTP Transport 这个 API 的演进和 Web Codecs 是在同步发生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能力的实现，它依赖于 Web Codecs 去实现一些帧级的这个码率的控制。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Web Codecs 去控制它的码率其实还是比较慢的，响应比较慢的，它不能做到帧级的这个控制。那目前在做的呢 Web Codec 在做的呢，
征集的这个码略控制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推进当中啊。那么这个是第3个 case H.265 的支持。那么第4个典型的场景呢，就是阿尔法视频的传输。那么它应用在什么领域呢？或者应用在什么场景下面呢？那么我们知道 video 除了这个视频本身之外，它还可以有透明度信息，对吧？那么我可以把背景设置成完全透明的。那么我的接收端呢，比如说一个会议系统里面，我把参会者放到一个虚拟的会议室里面，那它能够提供一个沉浸式的这个在线会议的体验啊。那对于比如说我们做这个 presentation， 我们可以把这个讲师的图像放到一个这个 slides 的前面，那么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教学的体验。那么在直播领域，比如说我们的主播和观众之间在连麦的时候，那如果他的视频的背景是透明的，那我也可以把它渲染到一个虚拟的空间，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互动效果。那所以对于 RTC 领域来言，阿尔法视频的传输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需求。但是很可惜，目前在 WebRTC 上面，它并不被支持啊。如果大家有去看 WebRTC 的代码的话，那它可以看到它在使用 AV1 编码或者这个 VP9，在这2个 codec 其实都是支持阿尔法编码的，但是它在编码的时候会把阿尔法通道忽略掉。比如说，针对 I420A 这个类型的数据，它会和 I420类型的数据同样的进行处理，同样的编码，那阿尔法就丢了。所以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即使发送端是一个阿尔法的视频，接受端它的背景会被丢掉，变成一个黑色，就是左边的这个截图演示的。好，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实现阿尔法视频的传输呢？那答案也是否定的。那实际上我们做的一些探索呢，去采用了一些变通的方式啊，比如说使用 H.264 的 SEI 对吧，去传输这个阿尔法通道信息。那么在接收端在解码之前把阿尔法信息还原出来，然后去做一个合成，把这个背景透明的图像给它还原出来。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ASEI 数据的提取是发生在解码之前的，视频的解码是存在延迟的，那可能会有1到2帧的延迟。那假如说对于一个运动的画面，那我的 ASEI 的 Alpha 内容在 Web 平台上目前是没有办法保证和解码后的数据去强同步的，那会导致运动的画面呢，它的边缘会出现一些不贴合的情况啊。那这个是它的适用场景呢不适合高速运动的画面。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去做拼接，对吧？比如说我的 Alpha 视频，我在发送之前，先把它的 Alpha 内容直接放到这个视频的独立的一个区域里面，把视频的分辨率做一个扩展啊，直接放在上面。那么接收端收到之后呢，那通过一个简单的积压的算法，对吧，就可以把它还原回来啊。这个简单又暴力，但是很可靠。很有效，它可以实时的保证我的 Alpha 数据绝对是同步的啊。那么，它的问题在哪呢？就是首先你新增了一种新的类型的视频啊，对于你的 RTC 的系统设计来讲，引入了额外的一个复杂度，它需要和原有的这个正常的视频传输呢要有一些区别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你把视频的分辨率做了扩展，那显然在传输过程当中会引入额外的一个带宽消耗，对吧？那我们的评估来讲呢，一般不会超过20%啊。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讲，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以上4点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的4个 RTC 领域的这个 use case。那当然里面有各种 workaround 的啊，有各种问题。也有一些探索啊。最后我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标准的演进以及在浏览器里面的落地，其实对我们满足一些用户需求已经提供了啊，已经进步很多了。以前很多没法做的事情，现在都能做了。但是呢，受限于浏览器当中实现的情况，目前的各种对这个用户需求支持呢，还是存在一些 gap。
啊。那么我相信未来随着我们标准的演进以及浏览器不断的发展，在我们厂商在应对各种新的用户需求的时候呢，应该能够更加的游刃有余啊。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